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汇报的主题是南非中医药立法创海外中医立法之先河。南非有非常健全的医疗系统，它的医疗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。世界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是在南非成功的。南非本土有应用草药治病的习惯，在南部非洲大约有20万的传统医生，他们主要是用草药在治病，有60%的民众使用传统草药和特殊技能在治疗。与中医针灸在同一个管理委员会的有印度医学、顺势疗法、正骨疗法，还有芳香疗法等等。早在200多年前，中国东南沿海的同胞就踏上南非这块土地。随后英国殖民者为采金矿，又从中国招收矿工。华人的到来将中华文化引入，中医药也随之在华人圈中传播运用，服务侨胞。中医在南非多年一直处于边缘地位，政府不认可，既不合法也不违法的。我是成都中医药大学77级的学生，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医科大学工作了10年。1991年来到南非，有志于传播中华文化。当时中医在南非的现状有多个中医组织，有老华侨的组织，有宝岛同胞的组织，各自为政。趁前辈们的努力，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在争取中医合法化。由于各个组织的诉求不同，没有统一的声音，各自为政，没有形成一股力量，多年都没有进展。促进中医药在南非立法获得政府的认可，就成了我们的首要任务。在1998、1999，中医师们通过不同的渠道，特别是曾经中医治疗过的患者、医院朋友们，向议会上呈议案，申请中医立法。但是国会讨论时2次都被拒绝，原因是你们的议案不统一。议会审议时认为我们不懂，你们自己的说法都有矛盾，予以了否决。此时我们意识到，为了中医能立法，大家必须团结起来，消除分歧，发出共同的声音。首先，凭我们自己的专业知识，出了大量的中医标准多选题，同时说服了各个现在的中医组织团结融合为一个组织。我们组建了南部非洲中医学会筹备会，把各个组织的会长们请进了筹备组，担任重要职位。他们各自解散了以前的组织，重组后我们就团结一心了。大家齐心协力，在众多的患者朋友中找到了3位有地位、有声望的议员，联名上呈了申请中医立法的议案，在2000年6月国会上通过，年底总统签署，立法执行。卫生部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管理中医，药监局也开始受理中药、中成药的申报摸底。同时，中药在南非合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。中医药在南非立法成功，使南部非洲其他国家的合法化加快了进程。很快，南部非洲其他国家也相继立法。2001年开始，中医师和针灸医师执业考试，合格者发予行医执照。随后，政府又开展了中成药的登记工作，而中药在南非的海关手册上已有512位登记在册，进口检查是农业部门的许可即可。我们抓紧时间进行了中成药的注册登记工作，经过2年多的努力，
注册登记了900多个品种的中成药，为中医药合法进入非洲市场奠定了基础。中医药在南非立法是在国家层面承认中医药，同时也给中医师相应的权益。中医在南非可以做移民体检，可以开化验单，可以做一些注射工作，同时也可以参加各科医生的病例讨论。同时，中医在南非进入了医疗保险体系，并允许中医师在公立医院建立门诊。立法为中医药在非洲打开了一条宽敞的大道，有法可循，有法可依，受法律保护。中医药的疗效也是卓越的，除南非本土以外，周边许多国家的患者纷纷前来应征求医，有波茨瓦纳、斯威士兰、莱索托、津巴布韦、莫桑比克、索马里、埃塞俄比亚、扎伊尔、刚果等许多国家的患者，以及国外的王公贵族、皇后、王子、公主、政府官员、社会名流以及奥斯卡金像奖得主。在同时，我们也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，让非洲人民通过中医药这个窗口了解中国文化，了解中国人民。南非是个多移民的国家，科技文化包容性很强，彩虹文化，学科之间相互配合支持，很少有排斥。我们中医院也与附近的大型医院、化验室、各科医生建立合作联系。中医在南非合法了，推广中医，大力开展中医教育。2015年，我们开始了中医培训。2017年，与成都中医药大学联合兴办成都中医大学南非分校，5年制教育，大学本科学历，毕业后可以直接参加南非的执业医师考试。中医药在南非的成功立法，给人们一个启示：中华文化已经深入人心，而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精髓。只要我们努力争取，团结齐心，方法得当，获得各国政府的认可都是可能的。最后，欢迎有志之士来非洲推广中医药，研究非洲草药，广阔天地大有可为。